歌剧魅影，加斯东勒鲁。第18章，安全别针的奇异举动序。蒙沙曼最后一句话明显表达了他对合作者的怀疑，因此理查德不得不立刻做出一番激烈的解释，最终决定接受蒙沙曼的提议，以帮助他找出那个戏弄他们的卑鄙小人。就这样，我们来到了花园场景的幕间休息时刻。在这期间，秘书雷米先生，他什么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带着极大的好奇观察着他两位经理奇怪的举动。从这里开始，对那些异常怪诞，尤其与经理应有的庄重形象极不相称的行为举止，我们就不难找到解释了。理查德和蒙沙曼的行为完全是由他们所得到的消息决定的。第一，理查德必须在那天下午准确地重复他丢失第一笔2万法郎时的所有动作。第二，蒙沙曼一刻也不能让理查德身后的那个口袋离开自己的视线。吉里夫人会把第2笔2万法郎放在那里。理查德站在他曾向美术部秘书问好的确切位置，蒙沙曼则在他身后几步远的地方。吉里夫人走过，碰了理查德一下，把2万法郎塞进了他礼服外套的口袋里，然后消失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有人让他消失了。遵照蒙沙曼片刻之前在重现场景之前下达的命令，梅西耶把这位好夫人锁在了行政办公室里，这样老太太就无法和她的幽灵沟通了。她没有做任何反抗，因为吉里妈妈此刻只是一个可怜、憔悴、迷失、受惊的身影。她睁着一双惊恐不安的眼睛，头顶上顶着一撮乱蓬蓬的头发。他已经听到了走廊里传来威胁要逮捕他的专员那响亮的脚步声，他发出的叹息声足以让主楼梯的柱子都融化。与此同时，理查德鞠躬，行屈膝礼，问好，向后退去，仿佛站在他面前的是美术部副部长。然而，即使经理面前真的站着副部长先生，如此殷勤的礼节也不会引起丝毫惊讶。但对于这场非同寻常场景的旁观者来说，这确实引起了可以理解的惊讶，因为经理面前什么也没有。理查德先生向空气问好，向虚无鞠躬，并且在什么也没有的情况下向后退，倒着走。此外，在他身后几步远的地方，蒙沙曼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他甚至推开雷米先生，恳求博尔德里大使先生和中央信贷银行行长先生不要碰经理先生。蒙沙曼早已有了自己的想法，他丝毫也不相信理查德在丢失那2万法郎后曾对他说过的话。也许是大使，或者是中央信贷银行行长，或者可能是秘书雷米先生。而且在理查德第一次坦白的那场戏之后，吉里夫人碰到他之后，他并没有在剧院的那部分找到任何人。那么，如果他们必须完全重复同样的动作，为什么今天一定要找到人呢？在向后倒退着行礼之后，理查德出于谨慎，继续以同样的方式行走，一直走到行政走廊。蒙沙曼从后面监视着他，而他自己则在前面监视着靠近他的人。再一次，国家音乐学院的2位经理先生们采用的这种全新的走廊行走方式，不可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且他确实没有被忽视。幸运的是，对于理查德先生和蒙沙曼先生来说，那时小老鼠们几乎都在阁楼里。2位经理本可以在年轻女孩中获得很大的成功，但他们只想着他们的2万法郎。到达半明半暗的行政走廊后，理查德小声对蒙沙曼说：“我确信没有人碰过我，现在你离我远一点，在阴影中看着我，
一直到我办公室门口，不要惊动任何人，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但蒙莎曼反驳道：不，理查德，不！你往前走，我立刻跟在你后面，我一步也不会离开。可是这样，他们就永远偷不走我们的2万法郎了。理查德惊呼道。我希望如此，蒙莎曼宣称。那么，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荒谬的。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和上次完全一样。上次我在舞台出口，在这个走廊的尽头和你会合，然后我从后面跟着你。尽管如此，这是真的。理查德叹了口气，摇了摇头，被动地服从了蒙莎曼。2分钟后，2位经理把自己锁在了经理办公室里。是蒙莎曼自己把钥匙放在了口袋里。上次我们俩就这样被锁在这里，直到你离开歌剧院回家。他说。没错。而且没有人来打扰我们吗？没有人。那么，理查德思索着，努力整理他的记忆。那么他们肯定是在我从歌剧院到我家的路上偷走的。不，蒙莎曼用最干巴巴的语气说道。不，那是不可能的，是我开车送你回家的。那2万法郎是在你家里消失的，对此我毫不怀疑。这就是蒙莎曼现在的想法。那太不可思议了，理查德抗议道。我完全信任我的仆人，如果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干了这票，他很快就会消失的。蒙莎曼耸了耸肩，仿佛在表示他对这类细节不感兴趣。现在，理查德开始觉得蒙莎曼用一种完全无法忍受的语气对待他。蒙莎曼，我受不了了。理查德，我也是。你敢怀疑我？是的，怀疑一个可悲的玩笑。不能用2万法郎开玩笑。我也是这么认为的。蒙莎曼宣称，他展开一份报纸，装模作样地埋头读了起来。你打算做什么？理查德问道。你现在要看报纸吗？是的，理查德，直到送你回家的时候。像上次一样。像上次一样。理查德从蒙莎曼手中夺过报纸，蒙莎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恼怒地站了起来。他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怒不可遏的理查德，后者双臂交叉在胸前，摆出一种自古以来就代表着傲慢挑衅的姿势，对他说道：你看，理查德说，我是这么想的，我在想，如果像上次一样，和你度过一个晚上之后，你又送我回家，在告别的时候，我发现那2万法郎已经从我礼服外套的口袋里消失了，就像上次一样，我可能会怎么想？那你可能会怎么想？蒙莎曼惊呼道，脸涨得通红。我可能会想，既然你一步也没有离开过我，而且，按照你的意愿，你是唯一一个靠近我的人，就像上次一样，我可能会想，如果2万法郎不在我的口袋里，那么他们很有可能在你的口袋里。蒙莎曼听到这个假设，吓了一跳。乌奇，他惊呼道，一个安全别针。你想用安全别针做什么？把你别起来。一个安全别针，一个安全别针。你想用安全别针把我别起来？是的，把你和2万法郎别在一起。这样，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在去你家的路上，或者到了你家，你都能注意到伸进你口袋里的手，这样你就会看到，是不是我的手？理查德啊，现在是你怀疑我了啊！一个安全别针。就在那时，蒙莎曼打开了通往走廊的门，喊道：
一个安全别针，谁能给我拿个安全别针来？我们也知道，就在同一时刻，没有安全别针的秘书雷米被经理蒙沙曼接待了，同时一个听差给他带来了他如此渴望的安全别针。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蒙沙曼关上门后，跪在理查德身后。我希望，他说，那2万法郎还在这里。我也是。是真的吗？蒙沙曼问道。这一次，他决心不再被欺骗。你看看，我甚至不想碰他们。理查德宣称。蒙沙曼从理查德的口袋里拿出信封，颤抖着取出钞票。因为这一次，为了能够经常检查钞票的存在，他们没有封住信封，甚至没有把它粘起来。他放心了，因为他发现他们还在那里，而且是真的。他把它们放在礼服外套的口袋里，并用安全别针小心地别住。之后，他坐在礼服外套后面，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他，而理查德则坐在他的桌子旁，一动不动。耐心一点，理查德，蒙沙曼命令道，只剩下几分钟了，时钟马上就要敲响12点的钟声了。12点我们就和上次一样离开。我会尽可能地耐心。时间流逝着，缓慢、沉重、神秘，令人窒息。理查德试图笑一笑。我最终会相信，他说，幽灵是无所不能的。你不觉得此刻这个房间的气氛中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让人不安、不舒服、害怕吗？没错，蒙沙曼表示赞同，他确实感到震惊。幽灵？理查德又低声说道，仿佛害怕被无形的耳朵听到。幽灵？如果真的是一个幽灵在桌子上敲了那3下，我们听得很清楚的响声，是他把那些神奇的信封留在这里，是他在第5号包厢里说话，是他杀了约瑟夫·布盖，是他让吊灯掉下来，而且是他偷了我们的东西。既然最后这里只有你和我，如果钞票消失了，而你我都没有碰过，我们将不得不相信幽灵，相信幽灵。就在这时，壁炉上的时钟敲响了午夜的第1声钟声。2位经理都颤抖了一下，一种他们无法表达的焦虑抓住了他们，他们试图与之抗争，却徒劳无功。汗水浸透了他们的额头。最后一声钟声在他们的耳边响得更加响亮。当钟摆停止摆动时，他们叹了口气，站了起来。我想我们可以走了，蒙沙曼说。我也是，理查德顺从地说。在离开之前，你允许我看看你的口袋吗？当然，蒙沙曼，你必须这样做。怎么样？理查德问正在摸索的蒙沙曼。安全别针还在那里。很明显，正如你所说，如果我不注意到，他们就无法偷走我们的东西。但是蒙沙曼的手还在口袋里摸索着，他尖叫起来。我摸到了安全别针，但没有摸到钞票。不要开玩笑，蒙沙曼，现在不是时候。你自己摸摸。理查德猛地脱下礼服外套，2位经理撕开了口袋，口袋空空如也。最奇怪的是，安全别针仍然定在原来的位置。理查德和蒙沙曼脸色苍白，他们再也无法怀疑巫术了。幽灵，蒙沙曼喃喃自语道。但是，突然，理查德扑向了他的同事。只有你碰过我的口袋，还我的2万法郎，还我的2万法郎。我发誓我的灵魂，我没有拿。蒙沙曼叹了口气，
似乎快要晕倒了。而且，当又有人敲门时，他几乎是自动的去开了门，似乎没有认出管理员梅西耶，并与他交换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完全不明白对方在说什么。最后，无意识地把那个对他来说已经没用了的安全别针放在了这位忠诚而惊讶的仆人手中。